住在这3间的花费总共是4块2毛6，3个人的机票花费总共是。这样的花费在多伦多是真的很可负担，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旅游省钱的心得。Hello， 我是飞妈 Kitty， 这集要来分享我跟2个小孩子去多伦多的旅游总开销。我会公开我们在这一次旅游的每个开销项目，也会分享我是如何安排还有规划预算，以及如何靠省钱的秘招来优化这一次的旅游体验。希望看完这一集之后，能够给一些想要来加拿大旅行的人一些灵感还有参考，也能够了解一些来到国外旅行呢可以省钱的一些妙招。所以我们先来开始。那前一阵子带着2姐妹去多伦多旅行，那我把这一次的开销呢分成6个项目，分别为机票、住宿、交通、门票、饮食跟其他支出，都是用加币来计算。那机票跟住宿我是打算放到最后面再来公布。那现在我就来分享交通这一方面。那我们这一次呢6天5夜的行程没有租车自驾，所以也没有像车险或者是加油的费用，也没有叫计程车，全部都是靠大众运输。那只有一次是叫Uber， 那一次是第一天晚上抵达多伦多的时候，那因为考量到时间，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已经大概10点多了吧。因为有小孩呢，又有行李，所以就想说叫 Uber 载我们到旅馆。之后其他天我们就是有使用到多伦多的大众运输系统，叫 TTC。那 TTC 呢是有包含可以搭乘像公车啊、地铁还有街车等等的。票价的话呢是一个大人3块3毛5，那小孩子的话12岁以下是免费的。那因为我们当时在多伦多的市区呢会待比较多的时间，会待比较多天，所以我就注册了当地的交通卡，叫做 Presto， 然后我在里面储值了35块钱。那用 Presto 卡来支付的话呢，一次可以省个5 cent。那5 cent 听起来好像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对吧？但其实呢，我当时用 Presto 卡主要是要来买 Go Train 的票价。我们当时从机场到市中心呢，就是搭 Go Train。那原价的话呢，它是12块，我看一下，12块3毛5。那小孩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是用 Presto 卡来去付的话呢，就只需要付9块2毛5，所以就等于是省了3块钱。那这样来回机场的话呢，你其实就是省了6块钱，也算是不无小补。而且 Presto 还有很多的优点啦，那我就不在这边一一讲了，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影片。然后我们还有去做那个市中心离岛的渡轮，以及去 Niagara Falls 那边搭公车还有火车的套票。所以交通方面的话，在市中心坐 Uber 到旅馆是9块7毛， Presto 卡的储值是35块，坐船去市中心的离岛是17块6毛9，来回 Niagara Falls 那个瀑布城的火车呢，包公车的套票就是61块，然后从机场搭 Go Train 到市中心呢是12块3毛5。这个12块3毛5是因为我当时在机场找不到那个可以感应 Presto 卡的机器嘛，所以我就变成是得要另外花原价购买，算是意外开销啦，就是多花了12块。所以交通方面的总花费呢是135块7毛4。其实我们第一天晚上搭 Uber 到旅馆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我当时忘了有汽车座椅这个规定。那后来他就来了嘛，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问那个驾驶说有没有汽座，然后他看到我2个小孩的时候就愣了一下，但是他当时其实也没有多讲什么，他就还是让我们坐上车，然后我们就用他一般大人的安全带嘛。那其实后来听他讲的时候，他是有说其实他当时是可以拒载的，那我们还是得要就是照付 Uber 的费用。那我就想说天哪，我怎么行程安排会出这种错误，所以整个人当下就是很囧，不知道怎么办。不过他人还是很好心啦，就是还是好心的带我们，因为其实也只是5分钟就到旅馆了。所以如果大家带小孩的话呢，就还是建议就是找一个有汽座的计程车，那除非你是搭大众捷运，或者是除非你有接驳车。我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这么离谱，没有想到汽座的事情。对，我真的有点离谱，所以请大家不要骂我，我知道错了。所以下次带小孩去的时候，我会记得要把 Uber 从我的选项中里面给删掉。再来就是景点跟活动的开销，那我们就是有坐那边的观光双层巴士呢，去看市中心的不同的景点，也有去坐那个离岛的它的一个导览车，也有在瀑布城呢体验了一些活动。所以在坐观光双层巴士的那个费用呢，我们是付了151块9毛1。Casa Loma 城堡呢门票是81块 ，CN Tower 跟水族馆的套票是174.6毛 ，Center Islands 的导览是21块6毛5，尼亚加拉瀑布的狮身之旅是90块9毛
毛8，然后还有瀑布城娱乐街的游戏门票呢是41块7毛8，所以在门票跟活动的总花费是561.92。坐双层观光巴士我没有放在交通的项目，是因为它除了是一个可以让人随上随下的交通工具之外呢，第2层它是开放式的，你坐在上层兜风其实还蛮过瘾的。然后它还有专属的导览员呢，在旁边给你解说经过的地方的它的一些的背景，还有有趣的故事。边吹风边看市景，然后边听整个城市的故事跟介绍，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旅游的体验。它是50块美金一个大人，然后小孩子的话是32块一个人。那我觉得值不值得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多伦多，然后想要初步了解这个城市，但是又懒得自己找路，只想要放松的看看城市美景，那么这种的观光巴士呢就很适合你。而且如果你是直接在车上跟他们买几点的门票的话呢，会比你去在现场买的还要便宜。像我们这一次去卡萨罗马城堡的门票，就是直接在巴士上跟他们买，我们是一大2小，到现场买的话是90块，但是跟他们买呢就是81块。下车之后呢还不用排队买票，就可以直接进去了。不止多伦多，全球很多主要城市呢都有这家观光巴士的服务。买好票之后，它的有效期限是12个月，也能随时免费 cancel。要使用的当天到任何一个他们专属的停车站牌，秀手机给工作人员看，就能开启懒人的旅游模式了。尤其适合有长辈跟小朋友的家庭，像我家2姐妹坐在顶层透天的巴士，就很新奇嘛，一路上东看西看，就也没有机会互相吵闹。你如果带着小孩子，要能够心平气和的欣赏一个城市，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然后因为巴士呢都会在主要的景点停靠嘛，所以像这种就是下车尿尿、上车睡觉的这种方便性，根本就是针对长辈量身定做的啊！所以喜欢这种轻松观光自由行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考虑就是把这个体验纳入到你们下一次的旅游清单里面。好，接着来讲这个 Center Islands。那因为我们的导览车夫呢，他特别的期待能够看到自己路径，所以我得要给他一些篇幅。在 Center Islands 的时候呢，我们有坐的是一个导览车，那他们那个收票站其实挺不起眼的，也没有明显的招牌。那我当时以为就是坐一般的原油车，就是环岛这个样子，结果不是，是高尔夫球车看到有点傻眼，就是小小的那种高尔夫球车。但想说，反正我们这一趟来呢，走的是一种懒人行进的模式啦，有车坐就好了。导览兼司机的车夫大叔呢，就载着我们环绕多伦多的3个离岛，他还沿途跟我们讲了一堆的冷笑话，边介绍岛上的各种故事，也带我们到那种人少但是又可以看到整个多伦多大楼它市景的地方拍照，真的是超漂亮。整趟下来大概40多分钟。那因为我们坐的是高尔夫球车嘛，也没有窗户，天气暖和的话呢，其实是很适合这样兜风。但其实我们那几天去的时候呢，其实还蛮冷的，就是一直在吹风，坐到最后我们只想赶快结束。Center Island 上面有很多景点可以玩可以看，风景很漂亮，也很适合在草地上摆个野餐巾啊，吃东西晒太阳那一种。有游乐园呢是比较适合小孩的，那也有一个动物农场可以看，但是我觉得那个动物农场其实环境有一点简陋啦，但因为它是免费让你进去嘛，所以就那我们当时是因为下午才到，所以就没有玩太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去 Center Islands 的话呢，最好是安排个一整天的1日游，会比较时间充裕一点。然后尼亚加拉瀑布城的狮身之旅，我很推荐啊，去那边一定要搭船靠近瀑布底下呀，你会看到源源不绝的彩虹不断的出现在你的眼前。旁边的娱乐街蛮多玩的、逛的跟吃的，大人小孩都很适合，所以去那边的话可以多留一点预算在那边。接下来是饮食的支出。其实我们这一趟多伦多的旅行呢，吃不在我们的行程重点里面。除了瀑布城的热带雨林餐厅，我有特别的安排去吃，因为真的很适合家庭。还有一个晚餐呢，我们是有找不错评价的拉面店。其他的时间我们就是在路上随便走走吃吃。那景点里面呢，它也是有附像是快餐店啊，或者是小吃摊位。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还是买了泡面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面吃，因为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给了景点跟交通嘛，所以呢在餐厅体验的方面呢，相对就比较少一
一点。所以饮食方面呢是339块点5毛5，超市跟便利的杂货呢是29块4毛1，零食跟饮料是67块6毛9。所以吃的方面呢，总花费是436块点6毛5，6天5夜的吃的花费只到400多，然后还是靠一个主题餐厅把费用给拉上来的，将近120，所以就是大概占了30%。去之前安排预算的时候，我还想说留个800块的预算在这方面，结果我高估了我们的实力，我以为我们可以吃很多。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前面3天待的那个旅馆呢，附近其实没有太多能吃的，然后小朋友光喝个饮料或吃个零食，他们就很容易饱了，所以其实正餐的话呢，他们根本就吃不多，所以就也没有花到太多钱。我回来还瘦了2公斤。早餐的话呢，我们就是吃饭店它本来就包的免费buffet。在物价昂贵的城市，像是多伦多，如果你能够住到有包免费早餐的饭店或旅馆的话，那这个预算其实就可以省很多啦。所以在整个饮食开销方面呢，我就是花的比我之前预期的少。好，再来是其他的支出，就像是去景点玩的纪念品呢，是184块点04，eSIM 网路呢8块半，以及零碎的一些东西9块1毛，所以总共是201块点6毛4。这一个支出项目大部分就是伴手礼跟纪念品啦。我家这2个呢，到每一个景点都吵着要买娃娃，然后买的呢都还是没有很就是代表多伦多的东西，就是这几只。这什么凤梨？这还比较像是去夏威夷的时候会看到的吧？重点还硬要买同样的，然后呢，他们喜欢牛，到哪里都要买，然后又买一样。诶，这个标签还没拿掉。我自己的话，我不是那种爱大买特买的人啦，就是我生性其实还是比较节俭的，所以就没有就是花太多钱在这方面。那我给自己买的一个纪念品呢，就是磁铁。那这个其实是在瀑布城买的，当时它是一个钥匙的吊饰，它有很好的代表瀑布城的特色，所以我就在后面呢装上了一些磁片，就当做是一个磁铁，可以贴在冰箱上这样。然后我还买了这个 Hockey 的熊，这个是代表多伦多 Hockey 队伍的一只吉祥物，就很代表多伦多啦。那如果是从国外来旅游的话呢，你们的网路费用呢可能就要再提高一点。我只花了8块半，是因为 Airalo 它本身的价钱本来就很划算之外呢，我人本来就在加拿大，就已经是有本地的网路了，所以买这个 eSIM 的钱呢，主要是为了给观众示范看如何用 Airalo 的 eSIM。不然6天5夜的旅行的话，如果你是网路的重度使用者，用 Airalo eSIM 的话呢，你们可以预留个20块到40块的网路费用。那还有像是出国可能会买的，像是旅游相关的保险，那这个我是并没有算在内，因为我自己本身信用卡就已经有包了。那每个人的信用卡的福利都不一样嘛，所以这方面呢，各位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旅行通常最大笔的支出不外乎就是机票跟住宿。那我现在就来分享我们这一次去多伦多的机票的费用是多少。我们是8月中从温哥华飞到多伦多，来回都是坐加航的经济舱，所以3个人的机票花费总共是242块点2毛8，一个人就是80块7毛6。虾米，加航机票有这么便宜吗？而且还是在暑假。因为我并没有真的出钱买机票，我是用里程的点数来换的。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玩家，那出的这200多块呢，就是给机场的税啊，还有燃油费。假设我是全额买机票的话，我们当时暑假的旺季来回，一个人就要994，然后3个人就要付将近3000块。大家如果预算有限，但是又想要到国外就是走走看看，除了等待航空公司它可能会有的特价促销之外，用里程就可以让你不用付机票钱，就可以省下蛮多的。要如何快速的累积里程来换免费的机票，其实是一个大学问，那我就不在这集影片说了。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想了解，然后也想跟我一样就是出国都做免费机票的话，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那我就会再做一集再给大家看。最后就是住宿了，我们这6天晚上总共住了3家饭店。前面3个晚上我们是住在市中心，然后1个晚上是在瀑布城，最后1天再回到市中心住。所以呢，我跟孩子住在这3间的花费呢，总共是4块2毛6。
我是用饭店的常客计划点数来兑换前面的2家饭店，那最后一晚的亲子饭店，我是用航空公司的里程来兑换的。前面2间是万豪的，都有包早餐，尤其第1间还有厨房，有厨房真的是超大的 bonus。因为当时在楼下的时候，那个餐厅真的是挤满人，所以我们就是拿了早餐呢，就直接回到楼上的房间呢，就坐在那个餐桌上吃，就没有跟他们人挤人，非常好。然后第2间不知道为何我还要多付2块2毛6。第3间的亲子饭店呢，也是用里程换的，但是呢，也是要我多付2块钱，反正就很莫名其妙。如果是正常付钱订房的话，那我们前面3个晚上是住在市中心的饭店，一个晚上那个时候是暑假，就是442块。那我们住3个晚上加税的话，就会是1830块2毛4。第2间呢是在尼亚加拉的瀑布城，不是在那么的中心，但是也是有包早餐。所以一个晚上加了税之后要457块3毛5。第3间饭店是在市中心的一个亲子饭店，那一个晚上是351块2毛5。那因为我都是换到免费的房间嘛，所以住宿费总共省了2638块8毛4，就只多付了4块2毛6，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零碎的费用。等于住宿方面我没花到什么钱。那也一样，想要知道我是如何能够一次换到这么多晚的住宿，就是底下留言。好，所以这里就来回顾一下，我们交通方面的花费是135块7毛4，景点跟活动是561.92，饮食方面是436块6毛5，机票是242.2毛8，住宿4块2毛6，其他是201块6毛4。所以我们一家3口这一次多伦多6天5夜的总开销是1582块4毛9。这样的花费在多伦多是真的很可负担。如果我没有用里程还有常客点数来兑换免费的机票跟住宿的话，总开销就会来到6957块5毛7。这是6天5夜，会将近7000块，还是在蛮省的情况下。如果你们也在为出国旅游的预算而烦恼的话，现在我在这边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旅游省钱的心得。除了收集里程跟常客点数之外，通常我去一个城市之前，我都会在他们的官网上面查看有没有一些旅游的套票跟促销的方案。比如这次多伦多，我知道会去 CN Tower 跟水族馆，那刚好他们官网呢就有套票，所以选好时间之后呢，下单就可以立即省了18%。还有我们坐火车到瀑布城，也是事先买了他们的交通套票，就也是有省到不少钱。那如果要买机票，也是要早点买，越晚越贵。住宿也是，就是不要拖来拖去，想说还早，结果等到最后的时候真的要买了，就发现它的机票跟住宿的价钱都上涨了。拖延症会让你损失更多钱，除非你是那种就是心脏大颗，你是要那种 last minute 才决定要去买机票或住宿，那也许你会捡到一些好康的。我个人的心得是找个半年以上来安排，就是注册所有你有兴趣的景点跟活动的 email， 会比较容易捞到优惠，因为你会有大半年以上的充裕时间来等待这个特价优惠的出现。比如说如果出现了10% 的特价，那你觉得太少了，那就放过这一次，再等待下一次看会不会有更大的节日的促销出现，比如说像黑五之类的，出现了15% 的特价，你知道比之前的10% 还要优惠，那你就不要犹豫了，就直接下单吧。然后来到抓预算的部分，像是在多伦多这样的城市，一个餐厅的人均价位大概是20到40块左右，一天的话就大概抓个60到100块。那除非你有特别想尝试的餐厅，那你就在网上先看它的 menu， 看它的价位，那也就把它放进预算里面。景点还有活动，如果你有提早安排的话，你就会已经先知道那些预算在哪里。像是瀑布城的娱乐街就有一堆的可以玩，那你就可以先研究可能会想要去玩哪一些，然后他们的门票分别是多少。那它还有优惠价格的套票，如果你想要玩的呢，几乎都在套票里面的话呢，那你买那个其实又可以省到更多。然后住宿也尽量看有没有包早餐，或者是房间里面有没有像是厨房或者是餐桌等等。像是你一整天就是玩下来很累，那其实也可以考虑就是外面买那个当地的食物回到旅馆的房间吃，会比你在餐厅呢吃的话就是便宜许多。交通预算的话就是看是租车还是大众捷运，那如果是租车的话就看你当初安排的景点，
你就可以大概算出你需要的公里数，然后再参考当地的油价。那也需要考虑车子的大小啊、车险还有油费等等。当然也是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支出，所以也需要安排一些预算在这里面。当你把所有的预算都加起来之后呢，我自己会再就是提升个20到30% 啦，就是给预算再多留一点余地。所以总归来说呢，虽然我喜欢花时间在找优惠跟特价这方面，但我也不是走那种穷游路线，只找最便宜的住宿或吃最便宜的食物，甚至是只走路或不搭车。我不疯掉，小孩也会疯掉啊！这次去多伦多，我选择用大众运输来玩这个城市，是因为我觉得在路上的交通也是旅游体验的一部分。我花时间研究他们的交通系统，就能省了好多自驾跟租车相关的费用，同时也能享受搭车或者是搭船带来的乐趣。我会买泡面带回房间饭店煮，但也会愿意花钱呢吃主题餐厅它给的氛围。说到底就还是要看你看中的是什么。我家2个小孩，每一次带他们出去玩呢，体验新奇的东西是一回事，但最让他们开心的就是待在旅馆。所以饭店的品质呢也不能太差。大家都知道出国旅游玩得开心很重要，也许住好的饭店呢是你的优先选项，也许吃一堆好料呢是你最看重的。其实花钱花得舒服才最重要。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呢有给你们一些帮助，那也祝你们规划预算呢能够顺顺利利，开心的到当地消费。那我们下集见，拜拜。